没想到外表恬静温柔的花局长，私底下竟是调皮的碎嘴子。好家伙，花花破解了人类语言吧！呼唤果赖真是越来越熟练了。这天，花宝鸡正趴在床上啃木头玩，叶子睡醒后跑过来抱住姐姐的大头，手脚并用，想把对方拽下来互啄。结果花宝鸡各种尖叫呼唤谭爷爷。叶子生怕被发现，只好慌忙逃离。等了一会，发现没动静，才来找花花。结果花宝鸡一声尖叫加果赖，最后也是成功摇到了帮手谭爷爷，生怕对方不知道自己受了欺负。花花超级大声的告状和叶寒，感觉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2年，花局长就能自己开记者会发言了。虽然游客眼中的花花温柔暖心又会营业，但在叶子眼中绝对是又爱又恨的臭姐姐。每次花局长感到无聊就去撩拨小叶子，但妹妹一还手，他就开始嗷嗷叫喊爷爷，导致叶子得时刻注意谭爷爷的动向。对此，荷叶表示打不过就摇人胜之不武，并且花花身为基地有名的午休战神，叶子都睡熟了，他还在床板上孤勇，忍不了一点的花花气得朝妹妹扑过去，吓得叶子一激灵，直接反手抽了过去。就看花花这熟练躲避的动作，就是说他平时绝对没少招惹妹妹。难怪网友都说看了室内监控下的花花，才知道他属于装老实没事找抽型的熊熊。哪怕叶子只是压住花花挠痒痒，花宝鸡也跟杀猪似的嗷叫个不停，甚至还喊了句字正腔圆的爷爷。感觉谭爷爷一天天还怪心累的，不仅要干活，还得帮这俩姐妹断案。其实花花从小就调皮捣蛋，不好惹，仗着自己的体重优势打遍其他小熊。后来因不爱睡午觉，导致身高一直没长，这才收起嚣张气焰，老实做熊。只有在熟人面前才会暴露真实面目。这天，圆润带着干女儿等待饲养员开门，不想回家的花花突然给了干妈一巴掌，随后想要逃离，却被当场逮个正着。圆润一顿教育后，用手牢牢摁住小家伙。花花想要起身，奈何胳膊太短，只能跟个无法翻身的王八似的胡乱划拉。就是说这么可爱，难怪会萌化姨姨的心。希望花花叶子未来都要快快乐乐，相亲相爱，度过熊生每一天。看见花花叶子依偎睡觉的画面，才明白姐妹俩的感情有多好。这几天花花有些身体不适，无精打采的她躺在木床上休息。细心的叶子察觉到姐姐不舒服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看她，确认花花在安安稳稳的睡觉，她悬着的心才放下，轻手轻脚的离开。看到姐姐因身体不适不停抓挠木板时，担心的叶子立马来到她身旁趴着，仿佛在说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等到花花终于有精神吃东西时，叶子就坐在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之后还主动让姐姐躺在自己身上睡觉。姐妹情深的画面令人止不住泪目，不得不说叶子真的好爱好爱花花。看不到姐姐的她会着急地暴走寻找，花花生病睡觉时就不去打扰，安静走开。如此懂事的她真的值得所有人喜爱。都知道花花从小就喜欢贴贴，小时候和圆润贴贴，长大后和叶子贴贴。明明玻璃房里有好几张床，可花花偏要和妹妹挤在同一张上面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姐妹俩的关系有多好，哪怕在外场营业也要黏在一起睡觉觉。只见花花不容拒绝地趴在妹妹身上，被当成枕头的叶子虽然有些不舒服，但还是乖乖趴着做姐姐最温柔的依靠。而花花对叶子自然也十分宠爱，看到小叶子在木架上睡得正香，她就在一旁安安静静陪着，看向妹妹的眼神里盛满了温柔。过了一会，坐久了的花花也困了，只见她蹑手蹑脚地靠近叶子，看得出花花很想靠在妹妹身上睡觉，但害怕吵醒叶子，还是默默退了回去，找了个离妹妹最近的地方趴下了，心满意足地看着叶子的睡颜进入梦乡。这一刻真切感受到了被治愈。都知道叶子不喜欢吃竹子，每次吃到都会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，因此当谭爷爷拿来3根大竹笋后，花花没有独享，而是喊来叶子一起吃。姐妹俩彼此温暖，怎能不令人动容？想当初姐妹俩出生没多久就被分开，花花跟着圆润干妈在菜花园生活，叶子妹妹则被交由干妈艾丽抚养，直到8个月后才终于在幼年园重逢。原以为分离这么久会忘记彼此，但花花叶子似乎感应到他们的关系，像在妈妈肚子里那样紧紧相拥。可见姐妹俩虽然早早离开了妈妈，但她们从来都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。眼前这只超大一坨的小熊就是肉肉，别看肉姐个头大，但脾气特别好，其他小熊把她当肉垫踩来踩去，别说反抗，肉肉就连手指头都懒得动。这天肉肉正趴在地上与周公会面，结果直接被同伴一脚踩成了松狮，感觉脚感不错，更是直接坐在他身上。被打扰睡觉的肉肉虽然有些生气，但好脾气的他还是选择了默默忍受，随后跑到角落趴下继续睡大觉。或许是因为没有见过肉肉生气，导致每只要从他身旁经过的小熊都要踩在肉姐身上才肯过去，有的小熊干脆直接趴在她身上睡觉，就是说这是把肉肉当阿贝贝了吧。有时肉姐跑到室外睡觉也不得安宁，刚睡着小伙伴就一屁股坐了上来，气得肉肉龇牙咧嘴骂骂咧咧，但她也只是自己生胖气，绝不会动手。虽然肉姐平日总是任熊拿捏的熊舍，但只要动了她的零食就会立马破防。当初其一就是抢了肉肉的一块小苹果，
放学后就被他堵在家门口一顿暴揍，好家伙，胳膊都快抡出火星子了。毕竟身为狂飙女团中的一员，肉肉最爱的除了美食就是美食，299.9斤的体重都是她一口口吃出来的。小时候的肉肉因为实在太能吃，直接把干妈毛毛给整崩溃了。她双手死死抓住栏杆才没叫出声来。这被压榨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当别的小熊还在3熊抢1盆奶时，我们肉姐早已实现盆盆奶自由，1熊占3盆，还都舔得锃光瓦亮。不仅如此，只要和吃扯上关系，肉肉的800个心眼就会瞬间上线。这天，肉姐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感觉错过午饭的她赶紧扒开骄傲的嘴，确认对方没有背着自己偷吃才放心。被弄醒的骄傲满脸猛开饭了。由于肉肉长了张16:9宽平大脸，又萌又圆，完全符合谭爷爷的审美，因此出于私心，再加上肉姐胃口大，谭爷爷总是会多给小家伙一些吃的。没曾想肉姐吃的多消化又好，很快成为熊猫界首位因体重超标而提前从幼年园毕业的小熊。估计谭爷爷肠子都要悔青了吧。而除了爱吃，肉肉还特别爱美。当玩耍时看到盛开的漂亮花花，肉肉用嘴轻轻摘下来一朵，凑在鼻子边闻了闻，然后小手拿着开始往耳朵上带花，但奈何投胎园尝试几次都失败了。肉肉便安安静静地趴在木架上，满眼温柔地欣赏面前绚烂的鲜花。这一幕真切让人感受到世间美好。如此可爱的肉肉，网友们爱了吗？看到中心奶爸近距离接触橘萌萌，才明白被爱包围的熊猫有多亲人。因为萌萌是第一次当妈妈，前期并不太适应待宰生活。中心的陈安发奶爸和长隆大良奶爸决定进入产房近身安抚萌萌。虽然刚生产的熊猫妈妈警惕性很强，极有可能为了护崽而伤害两脚兽，但萌萌却满是依赖的享受陈奶爸按摩，甚至还想把身体靠在对方身上。最牛就是你，靠着我，别靠着我，别靠着我。好家伙，这要是被萌萌压住了，奶爸小身板还真不一定能承受得住。不得不说，虽然陈奶爸刚接触萌萌1个月，但能看出已经取得他100%的信任。或许被爱包围长大的小熊才会如此亲人吧。作为世界唯一存活的3胞胎之一，萌萌从小就被大良奶爸当亲闺女疼。虽然偶尔会在游客面前吐槽他是土匪猫，还会和弟弟们假装打架骗吃骗喝。我们的帅帅呢就会追着萌萌打一番，打一下，所以打一下呢，到时候酷酷又要追着我们的萌萌又打一下哈。后来就是我们的帅帅跟酷酷就按着我们萌萌打，萌萌这样肯定不行啊，2个公的打1只母的，我们就要把它用食物把它分开。谁知道我们的食物一丢下去，他们马上吃到竹笋就不打了。但能感觉出奶爸对萌萌是真的爱。不过有时大良奶爸也无法承受来自萌萌猪过于沉重的爱，看到闺女站上秋千要往自己身上扑，大良奶爸吓得转身就逃，背影狼狈。而在大良奶爸10年的陪伴下，萌萌从美少女成长为新手妈妈，奶爸自然也就成了外公和金牌月嫂，每天兢兢业业地守着母女俩。正所谓爱是常觉的亏欠，虽然萌萌周围堆满了竹子笋笋，但奶爸还是生怕闺女带娃时饿着，满头大汗地送来了更新鲜的竹子，并且奶爸心疼萌萌待宰太累，每当空闲时间都会给闺女做按摩。萌萌带娃累了，对奶爸骂骂咧咧，大良奶爸就耐心地哄自家闺女。想必正是感受到奶爸浓浓的爱意，萌萌才会全心全意地信赖对方，甚至允许对方近身帮忙扶正妹猪。这一画面看得人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并且当萌萌母女俩拍满月合影时，大良奶爸更是直接带着相机进入内舍，怀里抱着妹猪的萌萌不仅没有生气，还给了个正脸微笑，简直母爱爆棚。要不是怀里的崽白的跟纸一样，恐怕真就以为他有在好好带娃了。此外，奶爸和萌萌的默契度同样无敌，一个手势萌萌就知道自己要回去了，然后乖乖进门，根本不担心妹猪的安危。毕竟奶爸永远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，千言万语一切尽在不言之中，可见真挚的爱从来都不分物种。